这个我想刚才陈彪博士和吕安友教授就这个文革遗产的问题，也就是说从毛泽东到这个习近平都谈了很多了。那么我想呢，就是说就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就一个个人崇拜的问题，来比较具体的分析一下。因为文革这个东西10天10夜都谈不完的。那么我想呢，我们来谈3个问题。如果说时间来得及的话呢，我们谈4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是谈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到习近平他们都需要个人崇拜。第二个问题呢，是谈就是说为什么邓小平制定的反对个人崇拜的国法党规在习近平面前一触即溃，也就是说习近平搞成了嘛，对不对？第三个问题呢，我们想谈一谈，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和这个毛泽东、习近平中间还有一个华国锋。那么为什么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失败，和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成功了？好，我们现在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共的独裁者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他们都需要个人崇拜？这个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你说这个在这里我是把个人崇拜和这个皇帝崇拜分开来，和领袖崇拜分开来。那么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社会，他的这个皇帝崇拜那个并不稀奇啊。那么这个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国家，他的所有共产国家，你无论是这个以前的苏联，或者卡斯特罗，或者说北朝鲜，或者以前东欧那些国家，都搞领袖崇拜。但是我们看到的毛泽东和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呢，它是一种比较，就是怎么讲，就是说比较极端的形式。那么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无论是毛泽东也好，无论是习近平也好，他们需要这个个人崇拜呢，是为了他们可以终身执政的一个保证。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这个皇帝崇拜，中国的皇帝他是有终身执政的保证，只要他当上了皇帝，一直到他死，或者到他被推翻，他都是可以终身执政。那么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它的基础是血缘，也就是说，这个血缘规定了，如果他父亲是皇帝，那个他当了皇帝，就根据这个血缘关系，就决定了他合法的终身执政。那么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无论是毛泽东也好，无论是习近平也好，他们并不具有这个血缘的基础，而且无论是他们表面上所崇尚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间，那个也都讲得很清楚，并不是说他们的血缘关系就可以终身执政，就可以继承皇位。那么这个就产生了一种需要，就是说他们的终身执政必须要绕过这个体制，至少这个体制在表面上是什么呢？是反对以血缘关系来终身执政，也就是说终身执政至少在纸面上并不具有合法性。那么只有个人崇拜可以牢过这个中介，也就是说，在他们个人和下面的整个社会、整个的老百姓中间建立一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特殊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间，毛泽东煽动这个整个下面的底层老百姓造反，造这个体制的反，造这个官僚体制的反，那么就造成了怎么样？造成毫无疑问他是终身执政，这个体制就被他摧毁啊。那么就习近平来说，毛泽东还是开国
这个缔造这个红色中国的领袖人物。习近平来说，他更少这个执政的合法性，就终身执政的合法性，他也就更需要打造什么？打造对他的个人崇拜。这个是第一点，就是说个人崇拜可以使得你有终身执政的保证。第二点呢，就是说个人崇拜在你领导的这个党内啊，可以怎么样？可以大张旗鼓的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结党营私啊，那个当然是个贬义词。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政治学的这个中性的词汇来说，就是便于他能够组织队伍，能够升迁那些拥护他的他自己的班底那些官员。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一个官员升迁制度不正常、不合理的专制社会，尤其是在共产政权下面，那个结果就是说，这个被个人崇拜的对象，这个独裁领袖和他下面那些官员之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这个领袖人物他就可以决定谁能够升迁。那么我们不用说了，就是说这样就造成了怎么样？这样就造成了下面的官员呢，只有吹捧那个独裁人物一个人说了算，无论是毛泽东也好，习近平也好，他才能得到提升，所以就要积极的拍马屁，积极的参与这个个人崇拜。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20大刚刚结束，习近平全面提升了他的习家军。而这个习将军中间那些不论是李强也好，蔡奇也好，包括王沪宁也好，都是吹捧习近平最卖力的近臣或者说凌臣，都得到了习近平的提拔，都成了这个政治局的常委。那毛泽东时期嘛，大家都知道这个林彪啦、周恩来啦、这个陈伯达啦，或者整个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成员，那都是继续吹捧毛主席，才得到了这个提拔。那么另外一个党同伐异的，实际上是个人崇拜可以作为政治大清洗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毛泽东在这个7000人会议，因为这个大饥荒问题、大跃进问题和刘少奇等务实派发生冲突以后，他当时并没有马上就把刘少奇搞下去，而是怎么样呢？而是他现在军内通过林彪搞了一系列的个人崇拜，结果等到1966年他发动文革之前啊，他在中国社会的个人崇拜已经登峰造极。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嘛，就是说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我们要为毛主席而战，我们要保卫毛主席。那最近也出现了保卫习近平的口号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开始发动文革，而且呢，使得他的反对派根本就没有办法依据党纲，因为这个群众中间整个社会、整个军队的巨大压力，使得他们没有办法依据党纲说，我还可以保留我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关于这个大跃进、大饥荒那些经济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不敢说这个话，如果他们说这个话的话，在老百姓中间可能就被人家活活打死，更不用说军队完全被毛泽东所控制。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斯大林先是用列宁崇拜，他搞掉了托洛斯基，然后他又搞自己的斯大林崇拜，又搞掉了布加林啊，搞掉了这个基米特洛夫啊什么，反正就是这些人都是用个人崇拜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工具来搞大清洗，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他愚弄人民群众，把个人崇拜作为完成他个人野心的工具。
那个我是这个红卫兵一代的年龄了啊。那个时候我们都记得毛泽东啊，曾经有过一个强国梦，他有一段指示我们都能背下来，就是今后的50年到100年呢，那个是我们消灭帝国主义，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国最好的时机，所以年轻一代呢都要跟着他走。那么当然说毛泽东这个文革，他是把整个国家带入了一个灾难。那么习近平也有，毛泽东有个强国梦，习近平有一个中国梦，这些梦的实质实际上都不是为了人民群众，都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领袖梦，或者说是帝王梦。这个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文革，大家都知道，文革的如果说它还有一点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说他把一个政党的错误发展到极端，发展到一般的有正常思维的老百姓都能够看到的程度。为什么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全中国基本上是95%以上的，无论是干部、老百姓、知识分子，都一致认为文革是一个浩劫，文革带来了灾难，就是因为共产党毛泽东的这个错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顶峰，已经超越了人们的常识。也就是说，你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够认识到，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也正鉴于此，文革结束以后呢，这个应当说的，尤其是三中全会以后，也就是说，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等那些中共的元老派掌权以后，他们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的。那比如说1981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间，有7个章节论述不能搞个人崇拜，要反对个人崇拜。那在此以前呢，在1980年3月15日，中共通过了一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还颁布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那也就是说，在党章中间也还写上了要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句话现在习近平还不敢删掉，当然他是讲一套做一套，做一套是不同意他讲一套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共产党的这个执政的特色，也就是说他表里不一，前后不一，完全是两边派。所以我们刚才从3个方面总结了，就是说那些具有野心的独裁者，他们一定要搞个人崇拜。虽然说领袖崇拜在共产集权国家是一个常识，但是个人崇拜是他一个更为极端的表现形式。好，那我们来谈第2个问题。那我们刚才已经知道，就是说这个邓小平时代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国法，一系列的党规。那为什么在习近平的回潮面前，基本上他是一触即溃？我们看不到有非常强烈的抵制。我讲的是中国党内，中共党内，当然老百姓中间，一般的知识分子中间，他们都是不屑于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回潮的。那你从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比如说毛泽东时代还没有那么多这个老百姓啊或者知识分子啊给毛泽东起差号，对不对？那个最多是讲他一句老毛，那习近平的差号够多了。那个习近平，比如说像他这个包子啦，他那些文盲啦等等啊，小学生啊，现在网络上那么多禁止的那些关键词，就是也是某种政治笑话。另外，你还可以看到，就是说，即便是党，就是中共的那些大粉红、大 V， 他们也都不敢像中共党内的那些中央常委啊、中央委员啊，他们那么样
如此的吹捧习近平。你可以看到，这个无论是司马南也好，孔庆东也好啊，那些这个粉红，但是他们还没有到达这个程度。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典义气，知道这些东西啊会被知识分子，会被相当一部分老百姓所不齿。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个人崇拜是一个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呢，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有非常紧密关系。我刚才讲到过，就是说，在所有的共产国家中间，领袖崇拜是一个非常常态的，就是政治活动。但是，当然说是不是进到登峰造极到毛泽东，登峰造极到就是习近平这样的程度，或者说更过分到金正恩这样的程度，他们中间还是有区别。但是共产政权的这个一致性，这个共同性，实际上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它的根本缺陷，容易导致成为个人崇拜。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恩格斯也好，马克思也好啊，他们至少也是有不少这个言论啊，是反对个人崇拜。列宁也是这样，但是呢，应当说他们的言论、他们的实践和导致个人崇拜最后的结果是自相矛盾的。那第一个我要讲就是说，这个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无论是这个列宁也好，他们基本上没有长时间的执政掌权。那马克思、恩格斯根本没有掌过权，所以我们就可以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们也像毛泽东这样，也像习近平这样长期的掌权，他们是不是也还是支持反对个人崇拜？或者说像毛泽东那样，也反对个人崇拜，但是很快就说搞一点个人崇拜还是重要的嘛。如果说一个班不崇拜班长，那还了得？他指的一个班崇拜班长，那个是指什么呢？就是政治局那一班人嘛。那么列宁来说呢，他执政没有多少年就过世了，但是无论是马克思，无论是列宁的理论啊，都容易导致或者说自然导致个人崇拜的产生。比如说马克思、恩格斯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革命崇拜，他们认为革命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要让反对派闭嘴，这个革命就是要一部分人在思想上，不仅仅是在这个政治上，在思想上也要统治另外一部分人，而这个革命呢是领袖人物领导的。到了列宁呢，就发展出来了这个所谓的政党领袖阶级关系的学说。这个关系的学说就把这个最终的决定权、革命的权威放到什么呢？放到一批无产阶级领袖的身上。也就是说，他们就代表了老百姓，老百姓是无关重要的，他是通过这个政党，通过阶级，最后具体落实到这个领袖人物身上。那我刚才讲了，到了毛泽东就更发展，到了毛泽东怎么样呢？就说要崇拜班长，政治局中间的班长是谁呢？班长就是党的总书记，就是党的主席嘛，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没有什么可以感到稀奇的，就是说这个共产主义的理论到了毛泽东思想以后啊，就会自然而然的发展成为个人崇拜。尽管个别的领袖人物、原教旨的领袖人物，比如说马克思、恩格斯啊，也有过一些反对个人崇拜的说法，但是本质上来说，这个理论是自然而然的通向个人崇拜的道路。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在共产国家中间啊，实际上他并不在乎
你这个领袖是不是建立了丰功伟绩？你这个领袖是不是有 charisma， 就是有个人的人格上的魅力？只要这个领袖他是这个党的主要领袖，是核心，他有野心，这个共产党这个组织呢，就会维护和宣传他的核心地位、领袖地位，甚至不惜制造出种种的个人神话。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个人崇拜是权力崇拜，是一个领袖崇拜的极端发展形式。那么当然我们说，就是说这个为什么邓小平的那些国法党规在习近平的这个不回朝面前一触即溃呢？很重要的原因是邓小平自己打倒了、推翻了他自己这个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一系列的言论。在世界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尽管邓小平反对毛泽东的个人独断、个人专行，但邓小平也是一个独裁者。邓小平自己是个人独裁、个人断行的独裁专行的一个典型。那个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在89会面的时候，他不是透露说邓小平对整个中共党的决定啊，他有最后的否决权，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可以否决整个全党的决议。那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不是个人独裁？毫无疑问是个人独裁。他有没有遵守他自己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没有啊，他完全是凌驾于整个集体领导之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邓小平还从理论上推翻了他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一系列文件和政策。那个是发生在1989年的这个民运事件以后。1989年事件以后，大家都知道邓小平选择了江泽民。那么在选择江泽民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指示，就是说今后这个江泽民同志呢，那就是政治局的核心，就是全党的核心，全党同志都要有意的来维护这个核心。这个就推翻了邓小平关于政治局领导的一个重要的设计。那我讲讲这个大概的严格啊。中共5、6年的这个8大以后呢，中共基本上建立了一个集体领导的体制。这个集体领导的体制是，就是说，是毛泽东是爹把手，但是呢，这个爹把手呢，他必须是和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所有的人进行商量，然后集体形成一个决议。那么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把这个推翻。文化大革命就使得毛泽东一个人凌驾于这个政治局之上，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啊，从一般人的专政，一个班子的专政，变成了他一个人的专政。也就是他和政治局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君臣关系了。他是皇帝，下面的这个政治局是他的办事机构。你如果看文化大革命中间的这个和8大期间的这个中央文件，你会感到有一个特别的差别，就是说，比如下面人给这个中共中央打报告，8大以前呢，就是说中共中央或者说中央。那个文革以后呢，就变成了什么？主席邓浩中央，也就是说，他把主席放在整个中共中央的前面，你那些文献资料你都可以发现这么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
现在习近平的复辟也是到了这样的程度。但是呢，核心2个字，我想现在我们大家都是这个耳熟能详吧，对不对？现在这个中共20大不就是说要维护2个核心吗？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核心啊，那第2个就是说中共也是全中国的核心了。那么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是邓小平自己推翻了他制定的那些反对个人崇拜的这些条文，或者说他在实质上推翻，他提出了一个核心论，而这个核心论就是现在习近平的依据。所以你当然他就很容易推翻以前的这些东西了，比如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那个准则规定的就是说总书记也好，党的主席也好，他和下面政治局委员的关系是平等，他只不过是一个召集人，是一个主持人，他也是一票，也就是说你必须集体投票。而现在习近平的关系不一样，也就是说整个政治局都要向他述职，也就是说又回到了毛泽东时期的一个人凌驾于整个政治局，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君臣关系。那么这个关系是从哪里引申出来的？就是从邓小平的核心论引申出来的。我们现在习近平还没有翻掉这个邓小平的核心论嘛，他要的是2个核心的确立，而且他要全党维护这2个核心。所以讲起来也是这个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邓小平这些元老们，他们批判了个人崇拜，但是他们又没有彻底的放弃个人崇拜，而他们在这个党的组织结构上，在党的运作方式上提出的核心论，使得习近平轻而易举的以子之盾以子之矛攻之之盾，击破了邓小平他们自相矛盾的那些文件、那些国法、那些党规，所以他才那么顺利就解决了问题，就顺利的就全面复辟了。尽管他仍然保持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那个干巴巴的一条，但是他可以说我这个不是个人崇拜，我这个只不过是确立我的核心而已啊，对吧？所以大家就能够理解，就是说从上层从理论这个角度，为什么习近平能够一路通畅。那么从民间的角度啊，我们应当说这个邓小平的关于文革的批判，关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否定，都是不彻底的，也不可能彻底吧，因为他自己也还是要搞个人独裁。那么在中国的老百姓中间，实际上对个人崇拜并没有太大的抵触。那你就都可以想到毛泽东这样一个对整个中国带来那么大灾难的人，每年还有几万人、几十万人到烧山这个就是革命圣地啊，这个荣幸之地去崇拜毛泽东。而这些东西无论是在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都没有得到阻止，都没有得到阻止。而怎么样呢？而相对来说，对这个红色旅游、红色江山这些红歌，还是取一个肯定态度。当然，到了习近平又成为红色基因了，又大力提倡。那我一直讲，就是说，只要天安门上还挂着毛泽东的像，我们就不能说文革已经结束了。甚至和普京的俄国，我们都大大不如。尽管俄国也出现的大规模的反潮，那俄国已经没有斯大林的像，已经没有列宁的像，而我们现在
天安门广场上挂的是毛泽东的像，很多一般的老百姓，他的长期的皇帝崇拜，长期的这个个人迷信，习惯了这种崇拜，所以使得这个整个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的反潮啊，它还是发展的非常之快，很顺利。而邓小平那些国法党规呢，必然的一触即溃，因为它是不彻底的，它是自相矛盾的，甚至很多东西都是为邓小平自己所否认了。那么这个是我想讲的，就是说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